公园里那些不起眼的松果掉在地上被人踢来踢去，甚至被当成垃圾扫进垃圾桶，这简直是在暴殄天物。懂养花的人看到它们眼睛都要发光，恨不得拿个大麻袋全部背回家，因为在养花人的眼里，这些干枯的松果根本不是垃圾，而是大自然馈赠的顶级养花神器，特别是拿来垫盆底，效果比花钱买的陶粒还要好上100倍。嘿嘿，今天就来把这个被无数人忽略的养花秘籍彻底讲透。养花先养根，这是所有园艺高手的共识，但是很多新手的花往往不是干死的，而是浇水浇死的，最后拔出来一看，根系全部黑腐烂掉。这根本原因就是盆土的透气性和沥水性出了大问题，土壤一旦积水，根系就像被泡在不透气的死水牢笼里，无法呼吸，紧接着就是闷根烂根，最后整盆植物救都救不回来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在上盆的时候都会在盆底垫上一层东西，有人用陶粒，有人用瓦片，还有人用泡沫或者小石子，但试了一圈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有缺点。陶粒要花钱买，对于家里养了几百盆花的大户来说，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瓦片和小石子太重，搬动花盆的时候能把腰给闪了，而且石子在冬天特别冰凉，容易冻伤根系。泡沫虽然轻便，但时间久了容易粉化，而且植物的根系有时候会穿透泡沫，换盆的时候非常麻烦。这时候松果的优势就体现得淋漓尽致，它简直就是为了垫盆底而生的完美材料。咱们先来剖析一下松果的结构，它这种天然的鳞片状构造，简直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这一层层张开的鳞片之间有着巨大的空隙，这就保证了极佳的透气性。当你把它垫在花盆底部时，这些空隙就像无数个微型的通风管道，空气可以自由的从盆底进入，直接输送到土壤内部，给根系提供充足的氧气，根系呼吸顺畅了，长势自然就旺盛。而且这种结构带来的沥水性能也是无敌的，不管你浇多少水，多余的水分都能顺着这些鳞片的间隙迅速流走，绝对不会在盆底形成积水层，这就从源头上切断了烂根的风险。这一点是实心的石头或者密闭的泡沫完全比不了的。除了物理结构上的优势，松果作为一种植物器官，它本身的材质也非常特殊，它含有大量的木质素和纤维素，这些有机物质在土壤中会极其缓慢的分解，这个过程可能持续2-3年甚至更久。这意味着它不仅能充当物理上的滤水层，还能在漫长的时间里源源不断的释放出养分。虽然这个养分释放的很慢，但对于植物来说，这就是最温和的长效肥。更妙的是，松果本身带有天然的松脂香气，这种气味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起到驱虫防虫的作用，特别是对于一些容易在潮湿盆底滋生的小黑飞或者线虫，松果的这股味道是它们不喜欢的，这就在物理防烂根的基础上，又增加了一道生物防虫的屏障。很多人担心松果会不会发霉，或者会不会把病菌带进花盆里，其实只要处理得当，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。而且松果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特性，那就是它对湿度的感应能力。你可以做一个实验，把一个张开的干松果扔进水里，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，它的鳞片会紧紧闭合起来，等它干了以后，鳞片又会重新张开。这种遇湿闭合遇干张开的特性，用在花盆底部简直就是神来之笔。当你浇水过多，盆土太湿的时候，底部的松果吸收了水分，鳞片适当收缩，留出更多的空隙，加速排水。等到盆土干了，松果也变干了，鳞片张开，支撑起土壤，防止土壤板结沉降。这就像是在花盆底下安装了一个智能的调节阀，时刻平衡着盆土的干湿度。这种动态的调节能力，是任何人工制造的垫底材料都无法具备的。再来讲讲松果的酸碱性问题，这对于养花来说至关重要。我们都知道，绝大多数的家庭盆栽，像是君子兰、兰花、杜鹃、茶花、栀子花、茉莉花等等，它们都是典型的喜酸性花卉，最怕的就是土壤碱化板结。一旦土壤偏碱，叶子就会发黄，生长就会停滞。松果主要来自于松树，它本身就是呈酸性的，把它垫在盆底，在浇水的时候，水流经过松果，会带出微量的酸性物质进入土壤，这就能很好地中和自来水中的碱性。
让盆土始终维持在一个微酸性的健康状态。这就相当于给植物创造了一个原生态的生长环境。尤其是对于那些对酸碱度特别敏感的南方花卉，用了松果垫底，叶子都能绿得冒油。这种调节土壤酸碱度的能力是桃栗或者梅渣完全不具备的。捡回来的松果千万不能直接扔进花盆里，这一步非常关键。很多新手用了松果反而把花养死了，就是因为抛篮省去了处理的步骤。野外的松果常年暴露在外面，鳞片缝隙里不知藏了多少虫卵细菌和霉菌，如果不经过杀菌消毒处理直接用，那就是把虫子窝和病菌库搬到了家里，到时候红蜘蛛介壳虫爆发，或者植物感染了真菌病害，哭都来不及。所以捡回来的松果第一件事就是清洗，找一个大盆，把松果倒进去，加入清水。这一步你会看到很多脏东西浮上来，鳞片里夹杂的泥土、枯叶都要洗干净。如果松果比较多，可以多换几次水，直到洗出来的水变清为止。洗干净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是重头戏，那就是杀菌杀虫。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开水烫，烧一大锅开水，直接浇在洗好的松果上，或者干脆把松果放进锅里煮个10几分钟。高温是杀灭虫卵和病菌最彻底的手段，不管什么顽固的虫卵，在沸水里滚一圈都得死透。而且煮这一步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能把松果里残留的松脂煮出来一部分。松脂虽然有防腐作用，但如果太多了，会影响松果的吸水透气性。煮过之后，水面上会漂浮一层油花，这就是煮出来的油脂。经过这一步处理，松果就变得更加纯净安全了。如果家里不方便煮，也可以用多氢磷或者高锰酸钾溶液浸泡。找一个大桶，按照说明书的比例兑好杀菌药水，把松果完全浸泡进去，上面压一块石头，别让松果浮起来，泡上个半天1天的，也能起到很好的杀菌作用。但是对于杀灭虫卵来说，化学药剂的渗透力可能不如高温煮烫来的彻底，所以我个人还是更推荐用开水煮或者烫的方法。处理完杀菌这个步骤后，千万别急着湿漉漉的就往花盆里放，一定要把它们彻底晒干，找一个大太阳的日子，把处理好的松果摊开在水泥地或者阳台上，暴晒3到5天，直到松果变得干透发脆，鳞片再次全部炸开，这时候的松果才算真正完成了从野生杂物到专业养花机制的蜕变。有了处理好的松果，咱们就可以开始操作了。垫盆底的方法也是有讲究的，不是随便抓一把扔进去就行。我们要根据花盆的大小来选择松果的规格。如果你是用那种很大的落地瓷盆或者大缸养大型植物，比如发财树、幸福树、大型龙血树之类的，那就可以挑选个头比较大的松果，直接整个铺在盆底。铺设的厚度大概是花盆高度的1/5到1/4。这个厚度既能保证足够的排水层，又不会占据太多的土壤空间。如果花盆底部有排水孔，为了防止松果堵住孔洞，可以先在排水孔上盖一块窗纱网，然后再铺松果，这样就能万无一失。对于中等大小的花盆，如果松果个头太大，可能会导致盆底空隙过大，土壤漏下去。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松果稍微踩碎一点，或者用锤子敲几下，不需要敲成粉末。只要把一个大松果分成几瓣，或者敲成2-3公分大小的碎块就行，这样铺在盆底，既紧密又能保证透气。如果是那种很小的多肉盆或者拇指盆，松果垫底就不太合适了，因为空间太小。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松果身上掰下来的鳞片，一层层铺在底下，效果也是一样的。总之原则就是大盆用大果，小盆用碎果，灵活变通。很多花友都有一个烦恼，就是买回来的营养土，用个半年1年的就变粉了，浇水浇不透，干了以后又缩成一团，根系闷在里面很难受。这时候我们捡回来的松果就派上大用场了。我们不需要完整的松果，我们需要的是把它变成碎块。你可以找一个结实的编织袋或者布袋子，把晒干杀菌后的松果装进去，然后找把锤子，对着袋子一顿猛敲，这个过程还挺解压的。不需要敲成粉末，把它敲成大概黄豆或者玉米粒大小的颗粒状最为合适。这些不规则的松果颗粒就是改良土壤的神器。为什么要用松果颗粒拌土呢？首先，这些颗粒质地坚硬，
混在土壤里，它们就像无数个微型的支撑柱，把土壤颗粒撑开，形成永久性的空隙。不管你怎么浇水，土壤都不会塌陷板结。这种物理结构支撑比珍珠石还要好，因为珍珠石时间久了会浮上来，而且容易粉化，但松果颗粒那是实打实的木质纤维，3-5年都不会烂。其次，松果颗粒表面是粗糙不平的，这种粗糙的表面能吸附大量的水分和养分。当我们要施肥的时候，这些颗粒先把肥力吸住，然后再慢慢释放给根系，这就起到了保肥的作用，防止肥力随着水流失。最关键的是，松果颗粒内部也是多孔的，它能锁住水分。当盆土变干时，它就是一个个微型的小水库，给根系提供应急的水分。大家可以在配土的时候掺入 10%到 20% 的松果颗粒，你会发现用这种土养出来的花，根系长得特别炸裂，全是白花花的新根。特别是对于养兰花石斛这种气生根植物的朋友来说，松果简直就是省钱救星。我们都知道，养兰花通常要买专门的植料，比如松树皮，那一包像样的进口松树皮可不便宜。但你想想，松果是不是也是松树长出来的？它的材质和松树皮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甚至结构更优越。你把松果敲成大概花生米大小的块状，经过浸泡、煮沸、去汁处理后，直接用来种兰花，或者和兰石搭配使用，效果出奇的好。兰花的肉质根最怕积水，也最怕不透气。松果块搭建起来的根部环境四通八达，空气流通极快，兰根可以在里面自由穿梭，呼吸顺畅。而且松果自带的那种微酸性，正是兰花最喜欢的。很多老法师养兰花，独门秘籍就是自己在山上捡松果回来加工，养出来的兰花叶片墨绿发亮，开花香气扑鼻，完全不输给那些用高价进口植料养出来的。除了做颗粒介质，松果还能制作成顶级的营养腐殖土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松果土。这个方法适合家里有院子或者露台，有空间进行发酵的朋友，操作也很简单，就是把捡回来的松果，不管是好的还是烂的，通通弄碎，然后整一个大的泡沫箱或者塑料桶，一层原土一层松果碎，像叠罗汉一样铺起来，每铺一层就喷点水，让它保持湿润。如果有淘米水或者喝剩的酸奶，也可以倒进去加速发酵，最后用塑料布把口封死，放在角落里别管它。经过夏天的高温发酵，大概半年左右，里面的松果就会彻底分解，变成黑黝黝的土壤。这种土抓一把在手里，松软的像海绵一样，闻起来还有股淡淡的森林泥土的清香。这种发酵好的松果土，肥力非常温和且持久，它的有机质含量极高，而且富含各种微量元素，用它来种花，甚至都不需要再额外施地肥了。它本身就是最好的缓释肥，对于那些根系比较细弱、对肥料敏感的花卉，比如文竹、铁线蕨、杜鹃花，用这种土是再安全不过了。它绝对不会烧根，而且因为它质地轻盈，保水性又好，用来扦插或者播种也是极好的材料。插条插进去，生根速度比用普通河沙要快得多，成活率也高。这实际上就是大自然里的枯枝落叶变成泥土的过程。我们只是人工加速了这个循环，把森林里的养分搬回了家。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松果的另一种高颜值用法，那就是铺面。很多花友养花不注重铺面，每次浇水的时候，水流冲击土壤，泥浆溅得到处都是，弄脏了叶片不说，还容易引发叶斑病。而且裸露的土壤水分蒸发非常快，夏天一天就要浇2次水。如果我们在土面上铺上一层漂亮的松果，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你可以挑选那些个头匀称、形状完整的松果，不需要敲碎，直接一颗颗摆在花盆表面。你可以围成一圈，也可以堆叠出层次感。这不仅是为了好看，更有实实在在的园艺价值。首先，这层松果铺面层就像给土壤穿了一层铠甲。浇水的时候，水流先打在松果上，经过缓冲，再温柔地渗入土壤，再也不会冲出坑坑洼洼的泥坑，也不会溅起泥水，保持了花心和叶片的干爽清洁。其次，这一层覆盖物能有效阻挡阳光直射土壤，大大减少了水分的蒸发。在炎热的夏天，铺了松果的花盆，保水时间能延长1倍以上。
这就减少了浇水的频率，对懒人来说特别友好。再者，厚厚的松果层还能抑制杂草的生长，杂草的种子落在松果上接触不到土壤，根本发不出芽来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种铺面真的非常有艺术感，充满了自然野趣，特别是搭配一些简约风格的陶盆或者水泥盆，瞬间就把花卉的档次提升了好几个级别，随手一拍就是那种园艺杂志上的大片即视感。当然，松果的妙用还远不止于此，它还能用来制作可以调节酸碱度的神仙水。我们刚才提到了松果是酸性的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改善水质，特别是北方的花友，家里的自来水硬度高碱性大，长期浇花容易导致盆土盐碱化，花卉出现缺铁性黄叶。这时候你可以找一个大的塑料瓶，塞进去几个洗干净的松果，然后灌满水，放在阳光下晒个2-3天，你会发现水的颜色变成了淡淡的琥珀色，这就是松果里的酸性物质和单宁析出来了。这种水就是天然的酸性调节剂，用这种松果浸泡水来浇灌栀子花、茉莉花、茶花这些喜酸植物，效果立竿见影，它比你买的硫酸亚铁要安全得多，因为它的酸性是很温和的有机酸，不会因为浓度过高而烧苗。长期使用这种水，能让土壤始终保持在微酸性的状态，不仅能预防黄叶，还能促进花芽分化，让花朵颜色更鲜艳。而且这种浸泡液里含有的松脂成分，还有一定的抑菌作用，定期浇灌能减少土传病害的发生，比如根腐病、立枯病。虽然效果不如农药那么猛烈，但作为日常的预防保健，绝对是绰绰有余的。甚至还有更有创意的花友，把松果当成微景观的载体，选一个个头特别大的松果，在它的鳞片间隙里填上一点点水苔和泥炭土，然后把多肉植物的小苗或者空气凤梨塞进去，挂在窗前或者摆在桌上，就成了一个个精致的空中花园。平时只需要喷喷水就能活，松果古朴的质感搭配鲜活的多肉，那种反差萌真的让人爱不释手。这也充分说明了松果这种材料的包容性和可塑性，只要你有想象力，它就能在你的园艺生活中扮演无数个角色。说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对这小小的松果已经刮目相看了。其实养花的乐趣不仅仅在于花开的那一刻，更在于折腾这些瓶瓶罐罐、土土实实的过程，在于我们如何运用智慧，把身边看似无用的废弃物变成滋养生命的宝贝。松果是大自然循环系统里的一环，它从树上掉落，本该回归泥土滋养大树，我们把它捡回来养花，其实是顺应了自然的法则，让它在我们的花盆里继续发挥余热。